蓝云恒开始翻找自己的乾坤袋，他找得很急，不时扔出2本卷轴笔记，或是其余各种杂件。蓝忘机没说什么，搭了一只手在魏无羡肩头，魏无羡睁大眼睛看他找寻，在他翻出那枚紫流苏的银铃时愣了愣，又见蓝云恒把银铃也扔到一边。最终他找出一缕丝缎结起的锦绳，物见时间久了，锦绳已经褪色，看不出曾经的色泽，模样近似挂在孩童颈端亦或手腕的集市。魏无羡略有好奇的注视之下，蓝云恒将那锦绳在指尖重重拽断，从其上取下什么东西来，放在魏无羡掌心。那是枚很小的白玉珠子，精细地琢成了兔子的模样。10岁辗转，刻纹略显模糊，魏无羡正待细看，蓝忘机的手指裹住了他的手，与他一同将那枚小小的玉珠抓牢在手心。然后蓝云恒上前一步，极用力地抱住了他。魏无羡被撞得愣了一下，其后也一直愣着，感到颈窝中滴落了烫热的东西。他叹了一声啊下，回手摸了摸蓝云恒的背，又摸了摸他的后脑。蓝云恒被他抚了好一阵，好像终于反应过来，手忙脚乱地拉开些距离。魏无羡任由他站直了，还是站得很近，竟得看清他脸孔上的泪痕。他说：“好了，没事了，笑一个给我瞧瞧。”蓝云恒没有笑，他用手背擦着脸，望着蓝忘机，哑声唤道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蓝云恒又看着魏无羡，嘴唇张开，颤抖着，闭合，又张开。魏无羡笑道：“叫不出便罢，不要为难。”蓝云恒深吸了一口气，再度张开嘴，还是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。魏无羡说：“日后想叫的时候再叫吧，如果一直不叫，那便一直不叫了。”蓝云恒第3次张开了嘴，这次他用极低的声音道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不觉有意，笑着应了一声。蓝云恒终于抬起头，望着魏无羡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在的在的，只是你以后不许和你父亲一起叫，否则我分不清究竟是谁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伸出手，拭掉蓝云恒脸孔上残存的泪痕。蓝忘机随着魏无羡的动作，摸了摸蓝云恒的头发，动作很轻，又很温柔。魏无羡说：“阿夏，随我回家去吧。”须臾停顿，蓝云恒低低地清晰地应了一声：“他说：“回家。我有所寄隔云端，迢迢遥遥不得传。”所幸那爱着他与他所爱的人接近归去，接近归来。